他的故事跟你一样，背负着血海深仇。那孩子是从平方乡来的，就是长安城外的一个破败村镇。11岁那年，在街上亲眼目睹他的父亲被赶路回长安的公子爷骑马踩死了，自此立志要报此血仇。他等了5年才来长安，带了全部家当，一共17文钱，只够买1口刀。为何要等？他要等他老娘死了以后，因为他怕他死了不能尽孝，他老娘会伤心。他找到公子爷的时候，公子爷的家道早已败落，独剩他和他老娘住在一个长满荒草的院子里。姓苏的孩子看到这一幕便没有下手，他又开始等。后来他遇到了杨楚豪，杨楚豪知道了他的身世，便问他是不是心软了才没有报仇。他说不是，仇人过得再惨也还是仇人，报仇绝不手软。但是他要再等等，等公子爷的老娘死了以后再动手，因为如果公子爷死了，他的老娘就没人照顾了。再后来，杨楚豪就收留了他。这孩子真是千人选1的聪明，而且心很细，自然就成了杨楚豪的心腹。我看老杨啊，当儿子一样的养着他。东家怎么能干这些？我来就行。哎呀，小子，不至于，我行。至于，我把能干的都干了，才能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。你呀，啊！你说哪天我要是真的出逃，你又不在我身边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嘿嘿。这个故事是假的。能听出这个故事是假的，只有2个人，你和我。老杨他，不知道。他入我眼的并非是他的聪明，而是他藏得深，把自己活成一个乖巧的仆人，甚至就这么过一辈子，博一个善良人之名也不是坏事。可机会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起自己并非什么善人，而是恶土里开出的花。是怎么知道苏长林的故事是假的？从地狱里走出来的人，寻常事便容易满足，遇到太好的事情，一般都不太会相信。我跟苏长林谈过，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虎贲，但是那一天到来之前，他必须有一件功勋。此时此刻，杨楚豪的命已经成为苏长林的功勋了。老杨是你的师叔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我并不会因为他死而感到高兴，但是他必须得死。果然呢，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有什么太好的事情，反而不值得相信。
铁墨人见面在即，事关重大，不能有半点闪失啊！白头可能会出现，你恐怕很难逃脱呀。白头，严凤山和铁木人要见你，这是反击最好的机会。我是严凤山的人，对你办事那都是断头的活。我要想鱼死网破，把话跟严凤山说直了。你猜，是我先死，还是你先死？试试。你想好了？放了铁木人的使者，严凤山不会放过你。我的计划只是想让铁木使节和严凤山在会面之前，放开大人！我和他见上一面。你去，谋局之人若不身先士卒的话，旁人又怎么会进得来？凤山将军要见他。有点事儿，想跟你谈一谈。我认识那个小子，一去，你马上就知道。我还在，萧氏皇族还有人。你现在只是个要保住小命的流亡之人，你是我兵，我就是那个兵。长安城里还要再练一次天，打的是严凤山。